那么刚才我讲的图案这一块，我就接着图案讲吧。这个图案呢，大家看啊，这个图案呢，它虽然也是仿成化斗彩的双钩填彩，但是呢，它的图案还是略有一些变化。这是一个折枝的团花莲花，啊，它是个团花。那么这个里边的这个蓝，它用的不是平等青，它用的是什么呢？十字青加回青的，所以它的颜色明显两者比起来，它的颜色更加的灰，灰一些。然后呢，请大家注意的是什么？它这个纹饰呀，明显的它的布局要比成化的呀显得繁缛一些，密度大一些。这个给你感觉到它这个空间呀密度比较大，它那种透的感觉呢就要差一些，那么这是第一。第二个呢，请大家注意的就是，除了我们讲这个看这个形，还是有那么一点点像，但是注意这个杯的足跟部分这个衔接部分它要比成化来的要细。这个杯碗底部和这个柄的这个部位接的呀，相对比较的突兀，不那么自然和流畅。我们看看这个左边的，它这个地方接它是有一个小小的弧度，很自然的流畅非常流畅的下来。而这个呢是直的，就像一个竹竿直接倒在了戳在了这个底下，非常直，显得非常的生硬然后大家注意，就是它这个竹节显得比较的粗，而且呢离它的底部要显得高一些这个空隙呢就要大一些这个整体的线条显得比较的生硬而不流畅。再往下边，请大家注意，它外侧的线条，它往下放的时候放得太快这个弧度就显得的比较生硬，就是说到这个底下不放也不行了，一定要往外撇而不是像这个成化的非常流畅的形成这么一个弧度，然后再下来它不是的。这就是我们要注意的细节。然后我们再看看竹端这一块，它是扁平状的，而我们看左手的这个成化的这个竹它是一个圆弧，有一点点的厚度，然后卷曲的下去。而这件万历仿成化的，大家注意它这个竹端是扁平的，你看就像刀切的一样，扁扁的平平的撇出去的，非常的硬非常的硬。像这些地方这些细节就告诉我们，我们在鉴定这个器物的时候，你只要看到这个局部的变化，就肯定的可以说这件东西是还是不是，这个就变得一目了然。这就是我们讲在鉴定这些器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些细节的变化不信我们再找几件成化的我先把成化的这个高足杯我们上一次看过了，我们可以再找几件这个我讲的这个逐步的这个旋销和处理的方法是不是这样来，我们回到前面去好，这是一个竹节的这个是在拍卖市场当中曾经出现过的。我们上面就不去说它了，我们主要注意的是中底下这一部分，是吧？尤其是我们讲这个它的竹端这一块，看见没有？它有一个高度，有一个弧度，给你感觉比较的厚
那么这种东西呢，给你感觉啊，它非常的稳重，不是给你感觉太轻薄而显得有点轻佻，甚至呢给你感觉有点头重脚轻的那种感觉。那我们在这个看下边啊，这个同样是一个窑里出来的啊，窑制里出的。咱们注意啊，尤其是底下这一部分啊，这一个部分看见没有？它是有厚度的啊。这是我们御窑厂出土的这个斗彩啊。刚才那个万历的杯子主要是仿这种类型啊，这个图案几乎都是一样的啊，一样的。来，我们再看，看见没有？这个杯的下半部分啊，它这个是有厚度的啊，这个地方都是有厚度的。这个就是什么呢？这就是成化，而且这个地方的衔接看见没有？它是撇上去的，不是像个竹竿一直捅上去。这个我们就不看了，这是不是竹节的啊？这是当年裘彦之裘先生的藏品啊，看见没有？它这个地方自然的弧度下来以后，这个地方有一个厚度啊，这个竹往外包的，又正好把这个地方全部包住啊。这一件就是裘彦之先生的那一件啊，我们看一下就知道就好了。哦，这个是有可以看得到底足的，看见没有？这就是成化杯啊，它的处理。碗心里边这个是有釉的，因为它有款。然后这个一圈是个色圈啊，一定是露胎的。这个釉正好裹在这个边沿线上啊，正好裹在这个边沿线上，它是这个边沿线是不露胎的。大家要注意，成化是不露胎的。如果这个边沿是露胎的话，一定不对。那就有问题了啊！而且这个里边一圈肯定是有釉的，说明它上完釉以后这一圈是一定要刮的，用刮刀把它刮一下，然后呢用电圈把它支烧起来，啊，就会出现这样的现象。这个呢是啊，我们后来的一些瓷器上做不到，你看没有？这个是非常明显啊，这个就非常明显了。反正给大家看一下嘛，你看这个外沿口这个是有釉的这一块，这个口都是有釉的。所以它这个外沿口这个边是挂釉的。好，这个呢就是我们讲的啊，这个明代成化时期的高足杯啊，和万历时期的高足杯，它不同的地方啊，就在这儿啊，这个明显的两者之间是有差距的啊。以后我们看到这样的东西，就会明白这个两者之间的差异在什么地方。啊，这个就是我们虽然是御窑厂的啊作品，但是两者之间的差异是比较明显的啊。好了，我们再找一些啊类似的东西。这件东西呢是我们故宫的啊。啊，这是故宫的一件东西，那么底下落的是什么呢？大明万历年制，啊，大明万历年制款，看见没有？它是长方框形的，这叫莲花托八宝，啊，这是一件完整的啊，这件东西呢也是完全是仿照明代成化时期的作品，从造型到纹饰。完全是仿的，等会儿我给大家看。这是它的局部啊，这个它的轮罗伞盖花冠鱼肠啊，这是它的局部，给大家看一下。这就是它的底款的写法，大明万历年制是长方框的啊。这一件啊是御窑厂出土的。是明代成化时期的，啊，等会儿给大家看，它带款，也是莲花托八宝，这是碗心，这是底款啊。那么这种东西呢，这种东西啊，
这个造型呢，大家注意，刚才我给大家看的成化时期的这个轮罗伞盖花冠鱼肠啊，明显的要比万历的在图案上要大一些，成化呢显得小一些啊，显得小一些。我们给大家比较一下，看见没有？它的图案要小一些，而且占据的这个空间呀，那么成化呢是放在碗的中央，而成化呢是放在它的下半部分。这个就是两者之间的一个差异啊，两者之间的一个差异。你看见没有？它就放在它的中央啊，这个就是我们要关注的啊，这么一个东西。这个款也是方框款，刚才那个颜色包括色彩完全一致啊，完全一致。好，再来，这个也是啊，故宫收藏的。那么这种东西呢，清代也有仿啊，清代也有仿。那么这个纹饰呢，也是完全是按照明代成化时期的那种绘画技法啊，完全是按照那种绘画技法。旁边是折枝莲花，中间是啊，我们叫开光，中间是也是个花卉。这是碗中间的石榴花啊，这是外边的啊，底下落的是大明万历年制。这个同样也是啊，也是我们看一下啊，因为这个时间关系，我们只能尽量让给大家多看一下。这个呢是大英博物馆的啊，这个一件收藏，也是一个瑞果图啊，也是一个瑞果图。这个底下也是落的大明万历年制。这一件呢是上海博物馆的啊，这个瑞果啊是荔枝啊，这个枇杷呀、樱桃啊，是吧？银杏啊，这个还有什么呢？还有一个就是桃啊、柿子这些东西。那么这种东西呢，都是属于啊仿明代成化时期的作品啊，都是仿明代成化时期的作品。这是比较典型的这种啊这个工艺啊，典型的工艺。那么现在呢，我们把它回过头来把它归纳一下，就是这种东西啊，在明代的嘉靖、万历时期，这种东西呢，是受到上层社会追捧的啊，主要是因为追捧成化，所以御窑厂里也仿造了一批。但是与当时代的整体的我们现在叫青花五彩的瓷器相比较啊，青花五彩却受到了社会的欢迎，它的这个烧造量啊，远远的超过了这些仿成化双钩填彩的这种风格，而且这种所谓的青花五彩，在我们现在的市场当中，包括我们博物馆收藏当中、私人收藏当中，是大量的啊这个收藏啊，而且数量呢这个也是巨大的。这个呢，在我们的啊这个拍卖市场当中见的也比较多，啊见的也比较多。所以呢，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些，就是我们讲的和成化双钩填彩这个类型所不同的啊，就是南窑笔记当中讲的斗彩一类的东西。那么这一类的东西呢，我们再强调一下，这个里边的青花是因为当时这个色彩不能匹配，找不出更多的颜色进行一个比较啊，把它匹配起来，所以呢，把蓝色调作为一个色彩，先作为一个局部的烧制，然后再加彩的啊。那么南窑比例当中把它叫斗彩的，我们现在把它叫青花五彩。这一类的东西呢，我们再看一下啊。那么在明代嘉靖万历时期啊，这个是大量的烧造，而且呢，尤其受到日本人的追捧，
日本人对这个嘉靖万历时期的五彩是尤其的喜欢，甚至是五体投地，喜欢到这种程度。这就是我们讲的这个不同时代生产出来的东西它对我们整体社会的影响。好，我们来看一些比较经典的东西。这个是青花坐地，留出空间，然后呢再在里边填彩的。这同样也是我们讲的釉下彩加釉上彩。这个里边釉上彩呢，还要注意一个问题还要注意一个什么问题呢？我们发现这个鱼它不是全是矾红的，它是用黄彩底下坐地，然后再在上面加红彩这种情况在明代嘉靖、万历时期特别多见。这个呢，也是我们讲，由于我们的这些工匠用自己的智慧在不断的创新，这个也是其中之一。而且见到这种色的互相之间的搭配大家尤其要注意。明代嘉靖、万历时期用的最多御窑厂里面用的最多我们刚才看的那一件和这一件，看见没有？它都是在黄的底下勾了红非常有意思你看见没有？都是黄的底下勾红，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鱼身体好像是黄的，但是上面呢又是红的。那么就材料而言，大家要注意，同样的化学成分都是三氧化二铁，但是这个三氧化二铁的矿物原料却是不一样的。底下的黄颜色用的是赭石，它的含量，这个油基氧化铁的含量在3%以下，非常少非常少而三氧化二铁的含量是非常高的，所以它烧出的颜色一个是黄色调，一个是红色调，蛮有意思同样是釉上彩，能出2种颜色这是我们在学这个材料的时候应该懂得这个道理。这些呢我们就让它过去这是一种装饰技法。我们再看一下这种，这个是在拍卖会上我们见到的这个类型那么请大家注意的是什么呢？当然刚才说到鱼那么这也是一条鱼，但这条鱼呢就是一条黄鱼，但是它身上的鳞呢是用矾红彩勾勒的这同样也是一种装饰技法。但是这件东西所不同的是什么呢？就是刚才我讲的青花，它只是作为一种色彩来表现的，而且这是在釉下，也就是说它先画图案半体，后凑成全体，这个就是典型的代表，就是我们古人讲的斗彩，就是指的这种类型。我们现在叫五彩青花五彩，就是指这一类东西。这个也是明代嘉靖时期隆庆、万历时期最常见的，而且在市场当中也是最多见的一个品种之一。看，这也是它的另一个面这个上面黄、红、绿蓝这种颜色各种颜色都充分的体现出来了。那么这就是这个在明代嘉靖万历时期我们最常见到的一个品种。那么这个品种呢，和刚才我们能用青花做主体纹饰，然后留出空白填鱼那个不一样。这个和刚才前面那一件是一样的道理青花只是局部的点缀一下，只是起到一个色调的匹配作用，而不是一个主体。这个里边的其他颜色则成为主体主体纹饰。这个这种东西呢，在明代还是比较多见的，这个是胡惠琛先生的收藏这一对
啊，这个非常漂亮，带盖儿的。一般大多数我们看到这些东西啊，都不带盖儿，而这件呢是完整的，带盖儿的。这些东西呢，我们就要看一下啊，这个贷款看到没有？大明嘉靖年制，哎，大家要注意啊。这个大明嘉靖年制，按道理来讲，刚才这个御窑厂的作品，我们现在看它写款写的呀，就比较的随意，写的不是那么规范，啊，那么写这个，你看2行6字，这个都不在一条一个垂直线上啊，这个写的就比较潦草，这是第一。第二个，这个嘉靖的靖字，镜头前面可能有些朋友会问，哎呦，这个字呀，这个怎么写成这样？我们看到好像包括很多老先生都讲，这个嘉靖的靖字这个立字呀，应该是在这个月字的上边啊，这不是靖字，这边是月嘛，应该在上边啊，或者是偏上，这个呢才对啊。你看这个都掉到底下来了，这个是不是仿的啊？那么这个问题呢，所以我在这儿一定要解释一下。一般我们讲大明嘉靖年制啊，这个尤其是靖的写法，严格的讲，一般我们看到的官窑器基本上都是刚才我讲的，是在月字的偏上部分，有的高的甚至超过月，但是也有极少部分的，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情况，这个立字旁居然跑到下边来了。啊，这个我们如果对这个鉴定知识不是很了解的朋友啊，这个我在这个地方就要强调一下，啊，这个按照惯例，它应该是在上边，但这个是个破例，是特殊情况啊。这个我见过有几件，但绝大部分都是在上边的。在这个地方我专门强调一下，鉴定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啊。如果碰到了这个情况，啊，先不要立即加以否定，一定要把整个器物啊，要认真仔细的看一遍，啊，看完了以后再下结论，啊，不要说啊这个东西怎么样，这个不好，啊，这个不好。你看，像这件东西是最典型的一个这个我们讲御窑厂的作品，这个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偏偏落这么一个款，这个就让人感到很意外，是吧？但是遇到这个东西没什么好紧张的，我们把这个整体的东西看一看，尤其是这个青花，刚才我讲了，这个青花用的是回青亮，颜色是蓝中偏紫的，啊，这个是我们在鉴定过程当中绝不可以或缺的一个重要因素，啊，所以我们学鉴定。光是看，哎，这个画的怎么样，就你要说出道理来，为什么，是吧？所以这些地方都是我们一定要多加小心观察的地方，不能因为有一点点的不到的地方就把它全盘否认，这也是不对的，也是不对的，一定要综合起来看，这个也是我在这个地方专门要强调一下，这一类东西，你看这个颜色呀，都是蓝中偏紫，像这个紫的已经发黑了都，说明里边的回青料它颜色就是配比上有了问题。37还是46，28的话这个颜色太浓了但是绝对不可以单独使用的，绝对不可以单独使用。你看这个大明，尤其是镜字的写法，看见没有？这个镜字就是偏上的，刚才那个跑到底下来了。这个就让人会产生疑问没关系，一定要把整体东西全部看全了再说在这个地方我们就事论事把这个年代鉴定的一些要点呢，在这个地方再强调一下，告诉我们镜头前的朋友，你们在学鉴定的时候不要忽略了要通盘考虑，其中像这些东西如果有最好，没有或者甚至有点瑕疵，其他地方有没有问题这个也是我们必须要综合考虑的一个因素那么这种东西呢就比较多见了
我们如果镜头前的朋友经常在拍卖市场上，尤其在北京的拍卖市场上，如果你去香港、苏比、佳士得，甚至到海外去一些大的拍卖公司啊，这种东西呢，还是经常能见到的。啊，这种东西我们现在都叫它青花五彩啊，实际上就是因为啊，它的色调的不匹配形成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么同样也强调一条，看见没有？这上面的蓝色调用的是灰青，啊，特别强调灰青，啊，这件也是在拍卖市场上见到过的，啊，这个上面的啊，这个是这个云鹤纹啊，云鹤纹很重要啊。来，我们再找一些比较典型的啊，比较典型的，像这件东西，也是我们这个尤其北京的朋友，尤其到故宫啊，陶瓷馆去参观过的朋友，啊，这件东西一定见到过，啊，这个双狮耳的这个盘口瓶，它是镂空的凤纹，那么这件东西，啊，这个的确，啊，它的艺术造诣啊是比较高的，啊，绘画的技法也是精湛的，啊，尤其它采用了镂空的技法。那么这种技法呢，对于我们后人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啊，而且它这个中间呢用的是寿字，看来这个东西也是贺寿的，这是个团寿，啊，这是个团寿。那么这个凤啊，大家看一下都非常漂亮，旁边都镂空，这个上面色彩用的非常的繁密，啊，非常的繁密，也是采用这个啊右上彩加右下彩加右上彩的这种配比方法。形成了这一件东西，啊，所以我们讲万历啊，嘉靖时期啊，每年烧到几十万件，东西有的粗糙到什么程度呢？让你不堪入目。说起来也是御窑厂烧造的啊，因为我们在御窑厂的窑址里边啊，看到很多那样的啊这些标本啊残件，那些的确让你感觉到不堪入目。但是有一句话说的很重要，卖盐的喝淡汤，啊，纺织娘没衣裳。其实最好的东西都送到宫里来，啊，所以我们看到这留存下来这些东西啊，都是艺术造诣比较高的，就地处理的都是残损的、破缺的，啊，甚至一些烧的比较差的东西。所以我们在窑址考察的时候看那些东西啊，的确，啊，有些东西的确画得很差很差，啊，很差。所以这种东西呢，有机会大家还是多看啊。这些都是嘉靖啊、隆庆、万历时期的这个艺术的巅峰之作，啊，非常少的啊。所以这些东西呢，我们以后有机会还是要多看啊，多看。那这个都带款的，大明嘉靖年制啊，这种都带款的，也是博物馆收藏啊，甚至在日本博物馆也有收藏啊，有的呢还流到了市场上啊。这种东西都是属于这种啊，大家看一下就行了啊。那么有些东西呢，我们啊稍微再讲一讲吧。隆庆时期的，我给大家看一看啊，一些隆庆的。这个为什么给大家看隆庆呢？主要一个问题就是隆庆时期呢，虽然年代不长，但是呢，它用这个青花料呢，它这个朝代至始至终全部用的是灰青料，啊，这个没有用掺和其他的材料在里边。那么，但是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看到所有隆庆的一些灰青料啊。它明显的这个配比不知是怎么回事啊，这个工匠的配比啊，它始终是要比嘉靖和万历时期的这个灰青料用的比较的浓重，啊，用的这个色调用的比较厚，所以呢，我们经常发现，在隆庆时期的青花器，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青花五彩器上面，它这个青花有的时候浓到什么程度呢？你只看到一个轮廓，它龙身上的鳞，啊，
这个都根本看不见，全部被这个颜色给盖掉了。啊，凤只看到一个凤的轮廓，凤身上的羽毛不见了。啊，这个呢是隆庆时期啊，我们见到诸多的瓷器当中，它有这么一个特点。啊，这个呢我们以后看到一些这样的东西，即便是不带款，但是呢它有这么一个特点的话，你把它放到隆庆应该说还是比较可靠的，比较可靠。像这件东西就是带款的，这是第一我讲的青花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隆庆时期